美国财长耶伦的这次中国行接近尾声。8号下午，中国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中方和耶伦财长举行了多层级、多领域的会谈交流，双方一致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促进中美经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关于宏观经济形势，中方重点向美方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中方指出，中国经济保持健康和可持续增长。去年，中国经济总体继续保持了回升向好的势头，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完成，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这些成绩是在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取得的。今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回升向好势头，有信心实现全年增长目标。关于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发展中国家债务处理、世界银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全球性挑战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在多边渠道下就相关问题继续保持沟通与合作。财政部官员介绍，中方明确表达了对美方制裁限制中国企业、对华加征关税、对华投资限制等措施的严重关切，指出这些措施损害中国企业和民众的正当权益，也不利于美国企业和民众的福祉。中方欢迎美方关于无意寻求对华脱钩的表态，希望美方采取切实行动，停止制裁限制中国企业。针对美方提出的产能过剩等问题，中方进行了充分回应。中美此轮接触也达成了2项重要成果：一是由两国财政部牵头，在中美经济工作组框架下就两国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议题进行交流；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牵头，在金融工作组框架下就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等议题持续开展交流。据介绍，遵照双方牵头人指示，双方工作层将在经济金融工作组向下持续推进落实上述共识。两个工作组的第4次会议拟于4月中旬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分别举行。耶伦也在访华行程结束之际，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总结此次行程。他再次强调，中美两国经济联系密切，脱钩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It's undeniable that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on a stronger footing today than this time last year. 在40分钟左右时长的记者会上，耶伦首先肯定了近期中美各部门沟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认为这些都是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愿景的重要努力。对于此次访华行程，耶伦表示，中美之间的交流推进了美国的利益。当天早些时候，耶伦在北京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举行会晤。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中美正加强在金融稳定问题上的合作，即最近演习处理应对一家大型银行倒闭后，计划再举行2次模拟金融冲突的演习。耶伦在记者会上宣布，中美将继续进行一系列金融技术交流。不过，记者会上，耶伦再次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向中国发难。新加坡联合早报指，这是耶伦9个月内第2次访问中国，而他此行的重点就是就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产品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与中国政府沟通。美方认为这些问题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商构成了威胁。耶伦指，中美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建立一个沟通机制，针对性地讨论有关话题。I firmly believe that addressing these imbalances in an appropriate way will not only be good for the U.S. and the world, it will also be good for China's long-term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Importantly, we have and will continue to emphasize that our concern about overcapacity is not animated by anti-China sentiment or a desire to decouple.